哈喽，大家好，我是建哥。虽然之前的热叉科技的邵总的西数 AN1500的反向营销事件闹的是沸沸扬扬，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AN1500产品不行，推广更不行。但是西数作为存储大厂呢，出的产品我还是很感兴趣的。SN50就是我非常喜欢也装机经常用的一个盘。这不，最近西数新推出了一个叫 NVMe 的滤盘，据传是 QLC 颗粒。而以前西数 SATA 系列的滤盘是公认的大号 U 盘，所以我又自费购买一个 SN350 960G 的滤盘，来看看这个新的 QLC 的 NVMe 滤盘它到底如何吧？有没有替代 QLC 的代表作 Intel 660P 的实力呢？首先看一下价格，蓝盘 SN550 1TB， 京东自营目前价格是729元，那实际上买的话都是6开头。而绿盘的 SN350 960G 的话，京东自营价格为669元，实际购买价格的话大概是5开头，也就是说就比 SN550 1TB 便宜了几十块钱。光从官方的纸面参数，容量从 1TB 缩到了960G， 最高连续读写从2400 1950缩到了2400 1900，看着好像差的不多，但是保修从5年600 TBW 缩到了3年80 TBW， 这个简直丧心病狂啊！看看不同容量的 SN550的保修时间，250G、500G 1TB 分别为150 TBW、300 TBW、600 TBW， 而 SN350这边240G、480G、960G 分别为40 TBW、60 TBW、80 TBW， 就让你感觉极为不爽。本身颗粒就从 TLC 降低到了 QLC 了，价格就便宜了几十块钱，结果保修还差这么多。虽然说你按照3年的保修期来看呢，80 TBW 每天也可以写入70G 的数据，但是这个 SN550 1TB 可是5年每天可以写328G啊！光看纸面数据，就差这几十块钱吗？看完官方参数，我们来看一下外观。外包装上除了型号和容量的话，也没有啥有效的信息其实都没有什么中文标识。盘的本体 SN350 和 SN550是基本就是完全一样的 ，PCB 上的元件位置都能够一一对应，主控都是闪迪的同一型号，说明还是一样的这个无缓存的 HMB 的设计。不过颗粒肯定是不一样的，不然就真的成同一块盘了。可见新的 SN350虽然能称之为绿盘，但是并不是原来绿盘的升级版，而是 SN550蓝盘的阉割版。上期看一下硬盘信息，我们手里的是960G 的版本，实际容量在894GB，走的是 PCIe 3.0x4 通道，支持 NVMe 1.4 协议 ，QLC 颗粒，官方标明的读取速度为2400，写入速度为1900，实测空盘状态下连续读取为2449兆每秒，连续写入为2068兆每秒，随机读取为32兆每秒，随机写入为154兆每秒。和 SN550的话几乎是同样的水平。文件基本测试可以发现，连续写入达到了11G 以后，就变成了缓玩速度，降到了大概400兆每秒不到。我们实测一个80G 的电影文件的这个拷贝测试，拷一个这个电影的话，就把今天这个70G 给写入量给写完了。所以说这个80 TBW 的写入量真的非常的坑。大文件的写入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那缓外的这个写入的话，大概是360兆每秒，基本就是 SATA 硬盘的水平。那相比于 SN550的大概840兆的这个缓玩写入的话，要低了不少，但是还是比大号 U 盘这个 SATA 协议的绿盘要好不少。再来看一看半盘和满盘时的测试，那基本和空盘时的速度是一样的，没有出现一些大号 U 盘时候的满盘掉速情况。满盘的时候你拷贝80G 的视频文件，那速度也基本维持在360兆每秒。有一说一虽然这个速度不是很好看，但是现在不少主流笔记本厂家它用的固态缓玩写入可能还不如这个呢。60P 虽然已经消失在笔记本江湖的漫漫长河之中，但是它的替代者依然在江湖里传承着它的意志，真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能用个比 SN550更好的固态，现在你都能称之为良心了就比如说现在这个三星的 PM99A1，成绩其实没比 SN350好太多，发热量还贼大。前几天我14000买的这个 ROG 的魔霸5就是用的这块盘。SN350的话，在测试期间的硬盘温度最高达到了54度，这个温度还是非常好看的基本是性能测到这里，游戏环节什么的真的没有什么测试必要了。我们之前也多次做过类似的测试什么 SATA 固态NVMe 固态、PCIe 4.0固态，对于游戏的读取几乎是没啥影响的。所以到这其实已经能够大概摸清楚这个盘在实际中的表现了。除了缓玩写入速度会低到 SATA 硬盘的水平以外，其他的速度性能其实跟 SN550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你真的就能把它当成性价比的这个首选固态来购买吗？不能的。
QLC 最大的劣势就是使用寿命了。从西数官方给的显微量就可以看出 ，SN350 960G 它80TBW 的话，不到 SN550 1TB 600TBW 的15%，而且容量本身就比 SN550 小了40G，就便宜几十块钱啊！哎，除了一些丧心病狂的整机商，就比如说之前 ROG 笔记本都用这个 QLC 的垃圾固态的华硕，一个盘省几十块钱，哎，1万台机子就能省好多钱了。真的强烈不建议个人消费者去选购这种盘，除非价格它能做到4开头啊，还能勉强考虑一下。作为辅助盘或者办公的这个系统盘，科技的发展是为了让消费者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但是在固态硬盘领域，却往往成了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垃圾的产品，令人无可奈何。这不，除了固态硬盘，我们现在还测试了这个机械硬盘的 CMR 的红盘 Plus 和 SMR 的红盘，哎，4TB 容量下，这2个盘其实就差20块钱。看看西数在那个纳斯硬盘引率，这都能扣除省出来的20块钱，对你的实际性能有多大影响？大家后续期待一下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那看我们节目，不知道你是否会去购买西数的 SN350固态呢？啊，反正我是真的不会购买的，就差几十块钱啊，没必要，没必要。要关注别忘了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的 YouTuber，你们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可以两个号代付“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搜索“米潮玩客”。这是潮玩客，我是建哥，下次再见，拜拜。